就在周一，新华社用最正经的标题公布了一个头一回出现的新名词：习近平党建思想，官方给他的规格高得吓人，里程碑意义。几乎所有人都以为这又是新一轮个人崇拜的登峰造极，但只要你把那份出席名单放大10倍，字斟句酌的去抠，你就会闻到一股刺鼻的血腥味。大内总管在台上念着赞美诗，而台下的刽子手们已经把清洗名单准备好。咱们先记住一个中共开会的死规矩：主持会议的人负责定调子、控节奏，会后落文件、落名单，这是真正的庄家。而讲话的人，对不起，你只是个念稿子的。替习近平党建思想主持加冕控盘全场的庄家是谁？通稿写得清清楚楚，石泰峰主持会议。石泰峰是干什么的？中组部部长，管的是全党的官帽子，盯着谁上谁下。这个部长的位子他是怎么坐上来的？是上一任组织口的核心人物出事儿，和他对调了。您品品这个味道。今天替习近平的思想主持加冕的这只手，本身是在习近平失势之后才坐上这把最关键椅子的。那蔡奇呢？那可是写材料出身，给核心捧了10几年笔杆子的大内总管啊。按常理，这种全党党建的顶级大会，应该是他来主持，来定调。可您仔细看那份白纸黑字的名册，蔡奇居然只是出席并讲话，不是主持。在中共的权谋游戏里，让你念稿却不让你控盘，这意味着你已经从定规矩的庄家被降格成了台上的提线木偶。我们再把视线移向台下，看看坐着的那几尊瘟神。名单里有2个名字摆在一块儿，分量重的让人喘不过气：李希、刘金国。一个是中纪委书记，一个是中纪委副书记。纪检口的正负2把刀，整整齐齐地坐在一场看似务虚的党建思想座谈会上。尤其是刘金国，在中共内斗的圈子里，刘金国有个外号叫中共海瑞，谁的面子都不给，专门咬人。今年3月，公安部长王小洪从越南开完会，飞机一落地北京，直接把他带走，配合调查的，据说就是这个刘金国。现在您把这张圆桌拼起来看，管官帽子的石泰峰在主持，管办案的刘金国在底下压阵，而习派的大内总管蔡奇被夹在中间，战战兢兢地念稿。我请问您，这哪是开什么思想研讨会？这分明是管帽子的和管抓人的凑到一块儿开了个现场办公会。光看人还不够，咱们再看这套新挂出来的习近平党建思想到底讲了些什么。官方通稿列了14条，念下来满眼看到的只有这几个冷冰冰的字：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这14条10句里有9句是同一个意思：管、治、查、换。管谁、治谁、查谁、换谁。官方通稿当然不会写明，可台上坐着的石泰峰和刘金国会用实际行动告诉你，石泰峰负责换人，刘金国负责抓人。这14条根本不是什么理论创新，它就是一份专门给查人换人这件事配发的合法化暴力操作说明书。所以这套思想的名字确实写着习近平3个字，可他干的事儿叫从严治党。而这把从严治党的钢刀攥在石泰峰手里，攥在刘金国手里，没有一分一毫在习近平自己手里。到这里，这盘棋的底牌就已经翻出来了。这是管帽子的和管办案的，借着习近平自己的名义，把查人换人这件事儿做成了全党谁也不敢反对的绝对政治正确。你想反抗，你想串联，对不起，你反抗的可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你违反的可是2个维护。蔡奇坐在台上，用他那近乎沙哑的声音念出的每一句全面从严治党，其实都是在给那把正砍向他自己派系的钢刀亲口进行背书。你用你的名字给我的刀开光，我用你的刀去杀你的人，那这把钢刀眼下究竟正砍向哪里？有消息透露，这阵子被中纪委叫去喝茶问话的贴身秘书一抓一大把，蔡奇的、王小洪的、何立峰的
全在名单上。他们顺藤摸瓜，牵出来的是同一根导火索，一桩在福建的洗钱和贪腐大案。而这个案子的致命突破口，据说已经直接开在了蔡奇老婆的娘家亲戚身上。更有甚者，说连中纪委书记李希自己也因为涉案被内部收回了签字权。如果李希真的彻底靠边站了，他今天绝不可能堂堂正正地出现在新华社的出席名单上。这种传言要么是放风的烟幕弹，要么就是李希被限制了实际权利，但依然要在台面上充当道具。咱们用常理倒推一遍，如果习近平今天真的大权在握，钱纲独断，要给他立一套里程碑思想，会是这种寒酸的排场吗？那应该是政治局全体开会，是他本人坐在主席台正中央亲自定调，是中央全会敲锣打鼓的写进党章，这些他过去都干过。可偏偏这套以他命名的最高思想，是在一个极其低调，甚至可以说是局部的工作座谈会上被抬出来的。主持的不是政治局常委，而是中组部长；压阵的不是他自己，而是纪委副书记。他要是真说了算，何必让别人来替他的思想主持加冕？答案只有一个，这面旗帜上确实写着他的名字，可举旗的那只手早就不属于他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这把用他自己的名义磨得雪亮的快刀，第一个落下去的会是谁的脖子？其实就在同一天，党媒《求是》杂志发表的一篇署名大作，已经把那把量刑的尺子悄悄给换了。就在6月15号这天下午，党的顶级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目听上去很宏大，叫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您看，又是署名大作，又是最高规格，表面上看这又是在给他戴高帽子，对吧？可您只要把这篇文章真打开看一眼，里面的狐狸尾巴就藏不住了。这篇所谓的最新署名文章根本不是他今天写的新东西，它是19段旧讲话被人像切香肠一样一段一段拼凑起来的，从2012年在广东考察一直拼到今年4月30号在上海的座谈会。我把这些年份给您报一遍：2012、2013、2014、2021、2022、2023，整整19段。整篇文章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是新的。那这本精心剪出来的合集，反复要往全党脑子里塞的到底是哪几句？我给您挑出里面反复出现分量最重的一句硬话：破四维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这话翻译成中南海的黑话，内核就2个字：换人。很多观众不理解什么叫破四维。在官方的正式定义里，所谓的四维指的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有时候还要加上一个唯帽子，合称破五维。表面上看，破四维是针对科研院所、高校、技术官僚系统的评价机制改革。可你真的以为中南海那帮天天琢磨人头落地的政治玩家，会在6月15号这个刺骨的关口大费周章地去关心大学教授怎么评副教授，关心科研人员发了几篇论文吗？你想想，过去这10几年，老习的人马是靠什么迅速占领各个内核部门的？就是靠那套唯政治忠诚以及配套的名校标签、人才帽子、专利奖项。只要你是内核信得过的人，随便给你安几个国家级重点项目，发几个荣誉帽子，再顶着个名牌学历，你就能像坐直升机一样一路提拔到省部级，甚至副国级，这叫合规提拔。而今天反对派和元老们正愁找不到借口把这帮只会拍马屁、毫无真本事的马仔给清理出去。这时候，这本《求是》杂志把统帅几年前讲过的破四维拿出来重新盖章发表。这招简直是精妙到了骨子里，用你的矛攻你的盾。你当年为了装点门面喊过破四维，好，今天大家就用这4个字去量你手底下的那帮马仔。人事部门拿着这根新尺子去考核，哎呀，这位刚提拔的省委书记，你虽然政治忠诚，但按照破四维的新标准，你没有过硬的代表性实际呀。
你这篇论文和这个项目涉嫌短平快的急功近利啊，你这个位子得给真正懂经济、懂技术的专业人才让路啊。你说统帅能反对吗？他敢反对吗？这可是他自己亲口说过的破四维啊。所以破四维在学术界叫改革，但在今天中南海的政治绞肉机里，它叫格式化。他要把过去10几年靠着政治帽子爬上高位的平庸之辈，用一种最体面、最无法反抗的技术手段，成批的扫地出门。有消息称，最近中组部里管干部调动，掌握省部级官员生死簿的内核岗位正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大洗牌。一批有着技术官僚和团派背景的人正在被悄悄安插进去，他们盯着的就是各省市一把手位置。上午一套党建思想，下午一本人才合集，两样都顶着习近平3个字，两样都在替背后的反对势力办事。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在标准备换、钢刀磨快的这个绝密当口，中南海主桌上的那些棋子都是什么反应？这事跟一个本该在主桌上，却在最热闹的3天里突然被流放到2000公里外盐湖边上的副总理有着莫大的关系。在这权力绞肉机里，斗心眼玩阳谋，没个好身子骨可真撑不下来。咱们天天看中南海这些惊心动魄的大戏，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保养。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频道的老朋友普瑞堂。普瑞堂的明星产品玄宝黑参一直是大家最欢迎、复购率最高的滋补极品。现在给咱们频道的观众推出了非常实在的福利，每一单只要买满500美元，就直接赠送您1整根高品质的玄宝黑参。大家别小看这一根黑参，切片泡水或者含服，足够吃上1个星期，让您实实在在地体会到它的补益功效。而且这个赠送是上不封顶的，买满1000美元送2根，买得多送得多。大家在结账时记得输入咱们频道的专属优惠码 JF， 不仅享受优惠，而且全球包邮，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购买链接就放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和支持。就在北京城里刀光剑影的这几天，有一位身份极其特殊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却没有在权力中枢守着，反倒在2000公里外的高原上吹了整整3天的冷风。这个人叫张国清。从6月12号到14号，也就是北京那场大戏准备的最热烈，中办秘书们正被传出一个个带走问话的关口，张国清人却在西宁一边看着盐湖美业、钾肥、锂电，一边大谈特谈防灾减灾和转移避险。网上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解读，说张国清这是聪明人避风头，主动躲出去不沾锅，甚至还配了一条极其劲爆的爆料，说他已经被高层暗中授权，临时代理中纪委的工作，去查福建的那桩大案。他不想趟这滩浑水，干脆躲到青海去抓钾肥。这条消息我今天必须给您拆一拆，您千万别囫囵吞下去。说他代理中纪委，这只是海外中文圈的单元爆料，根本没有任何官宣印证。而且他在逻辑上今天就站不住脚。如果中纪委书记真的换了人，那今天党建会上被新华社点名堂堂正正出席的中纪委书记李希又算怎么回事？所以这条爆料咱们只能当作没影的风声。那张国清这趟去青海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咱们得先翻一翻他的政治底细。在中共今天这盘残局里，张国清可不是什么置身事外的中立技术官僚，他的出身来路跟已经落马的马兴瑞一样，都是靠着军工航天帮这条老路子一步步爬上来的。眼看着旧主子连自己都保不住了，这种技术官僚为了自保，自然会顺势往元老和建制派那边靠。靠过去之后，他在台面上扮演的是个什么角色？工具副总理。前一阵子山西煤矿大爆炸，湖南烟花厂大事故，一南一北2场人命关天，震动全国的灾难。按常理，这正是最高层展示亲民、出来安抚人心的政治秀场。可结果呢？习近平没露面，总理李强也没去，被一脚踹到事故现场吃土收拾烂摊子的正是这个张国清。该出面领功的人不出面，
剩下个他去背锅顶罪。这就是工具人3个字在中共官场里的真实分量。把这个底摸清了，您再看他这趟在青海干的活就非常有意思了。新华社通稿说，他这趟调研，一摊是看盐湖企业谈国家战略资源，另一摊他反复调研，大谈特谈的是防灾减灾，注重事前预防以及转移避险。防灾减灾这4个字搁在平时也就是句耳朵听出茧子的官话，可搁在今天这个杀局里，它就不只是官话了。我跟您说一层更深层次的推演，这是推演。您听个方向，之前山西、湖南的几场特大事故之后，党内有分析认为，那根本不是单纯的天灾人祸，而是反对派利用安全生产事故去问责和清洗地方省长、省委书记的政治钢刀。而那几位被问责的官员，恰恰就是准备在下一次大会上提拔的内核骨干。也就是说，在今天这场绞肉机般的内斗里，安全事故问责已经被当成了一把最锋利、最无法反抗的政治清洗工具。而张国清这个工具人，被一次又一次安排去管最容易引发政治问责的安全线。他要是真在这盘棋里有分量，这种关键时刻他会被打发到青海去吗？答案还是那套熟悉的官场逻辑。北京的那张决策主桌上根本就没给他留位子。他不是什么主动避风头的高人，他是连风头都避不起，只能被支配去边角料岗位干脏活累活的工具人。主桌上元老们正在收谁的牌，在切谁的肉，跟他毫无关系。他只需要做好准备，随时去给那些倒霉的下属收拾残局。那么主桌上正在被收走的到底是谁的牌？就在张国清被支走，北京这套政治机器疯狂运转的同时，政法系统里真正手握重兵，被视为习近平最贴身配刀的巨头，他的耳目和手脚据说正在被一纸调令悄悄拔除。而同一天，一位刚刚上任的外国元首也踏进了北京的国宾馆。这2件事到底是怎么撞在一起的？现在咱们把视线拉回北京，来看看这场戏最关键的一块拼图。6月15号下午，刚刚当选缅甸总统2个月的敏昂莱应习近平的邀请抵达北京，开始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您先看这场外事活动是怎么摆盘的。新华社通稿说得很明白，习近平同他举行会谈，而总理李强、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分别会见。这个排法跟咱们前面解构的党建大会和求是合集完全是一套路数。习近平是那张请柬上烫金的名字，是镜头前负责握手照相的纸板人，而真正一个一个去会见、去谈合作、去签字画押落实具体项目的是李强，是赵乐际。这就是一个只剩外事门面的国家元首该有的日常。大场面少不了他露脸，可后台的账本和合约早就落在了别人的笔尖上。就在敏昂莱到京的同一天，总理李强还干了另外一件极其微妙的事，他抽空跟越南总理通了个电话。这可不是一通例行公事问候身体的电话。李强在电话里把中越合作的盘子一直从能源矿产、数字经济谈到了人工智能和金融合作。更要紧的是，他对越南总理妥善管控海上分歧。搁在过去几年，那是绝对不可能从北京高官嘴里说出来的。前几年中国在南海是个什么调门？是寸步不让、四处点火的战狼硬抗。李强绕过内核，直接向越南总理释放妥善管控分歧的和平信号。这是在把那个已经走入死胡同的战狼外交悄悄往回拽。一个急着想向党内元老证明自己有能力接班控盘的总理，正在用外事场子大打和平与经济牌。他是在向周边邻国、向党内的元老院递交一份投名状，只要让我上，中国就会回到那条不折腾、闷声发大财的洋务运动老路上去。看完台上唱戏的，咱们再说一个本该在台上挑大梁，今天却被塞进阴影里的关键人物。敏昂莱这趟来北京，
谈的头等大事是什么？是中缅边界的安全，是缅北那块乱成一锅粥的军阀割据，是联合打击跨境恐怖主义和电诈。这些事在国务院的归口里100%是公安部的绝对主场。那中国的公安部长是谁？是习近平最信任、最铁杆的政法心腹王小洪。在这场涉及边境安全、反恐和打击犯罪的顶级外事机器里，王小洪人去哪儿了？这儿我得来一句，现在网上有一种很博眼球的说法，说王小洪连闵昂来的礼宾接见名单都进不去，说明他在政治上已经彻底蒸发了。这种话绝不瞎跟。为什么？因为中缅元首会谈，总理委员长分别会见，这是顶格的国事访问礼宾标准。出席名单历来只排到副国级和常委这一档，本来就不会写一个普通国务委员、公安部长的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王小洪的处境是安全的，真正说明他已经失势的是另外一件实打实的政治硬伤。今年3月，王小洪从越南开完会飞回北京，飞机刚落地，他就被中纪委副书记刘金国直接带走，配合调查。这是今天背景板上所有人都在看，却没人敢公开说的硬事实。从那以后到今天，这位昔日权倾一时的刀把子掌门人再也没有在任何一个像样的大场面上真正主持过公安部的实权会议。中缅两国正要谈边界防务与反恐，而最该挑大梁的公安部长人却还在配合调查的泥潭里苦苦挣扎。这套庞大的国家外事与安全机器照样运转，照样迎宾，照样签约，甚至连一点卡顿都没有。这说明没有了王小洪，这台机器照样转。在中共的官场上，一个手握重兵的部门一把手被技术性的边缘化和可替代化，这才是最精致、最残酷的清洗，比名单上有没有他的名字要狠得多。不仅如此，据公安部内部传出来的绝密风声，就在闵昂来抵京的这2天，王小洪在反恐和边境安全领域最能打、最得力的一员副手，突然收到了一纸调令，直接塞进了国家发改委一个管经济、管规划的文官衙门。如果这个风声是真的，那这一手剥笋的权谋简直是阴毒到了极点。缅甸首脑正要来北京谈边境安全，你却把公安部里最懂中缅边境、最会搞反恐的干将在一夜之间调去管宏观经济调控，这等于是在王小洪最有可能立功自救、重新夺回权力的当口，一刀剁掉了他的双手，把他的牌彻底收了。施泰丰在紧紧握着全党的官帽子，刘金国在暗中磨着纪检的斩马刀，而蔡奇和王小洪已经变成了这盘棋局上随时可能被当作弃子扔掉的残子。这场布局背后的真正庄家正从幕后缓缓走来，他们换掉的不仅是密码，是尺子，更是这个庞大帝国未来的走向。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不要吝惜您的点赞、订阅并分享，开启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每一期精彩的正经分析。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